就来简短开场哈，各位伙伴大家好哦，好，今天晚上，你好。今天是2024年10月23号，是我们陈志宇就是团长的大日子啊，没有了，来为我们这边加持哈，我们邀请我们的志宇，志宇好，嗨，听大家听发言，好。我是传心童军团的志宇。好 OK 吗？有声音吗？呃有，好，我有听好 到。OK，好，可以请。OK，好。大家好，那我今天来分享攀岩。OK，那我自己本身是从小参加那个童军的部分。OK，那在童军里面，因为我们比较常接触大自然嘛，那我也是在童军的时，应该在罗浮的阶段接触到攀岩。对，所以它也开启了我对户外活动的一个新的认识。然后再加上刚好那个时候我们的团长对于户外活动还蛮热衷的，所以那时候有带我们做各种不同的户外活动的部分。那我自己本身是从小狼开始参加到现在。对，那小时候个性比较内向一点，长大以后才开始比较活泼一点。对。好，那我先大概自我介绍一下，我目前所从事的是攀岩教练的部分。那我目前在乌萨攀岩馆担任馆长。目前我的场地是有在新庄运动中心，还有三重国民运动中心这两间的攀岩馆。那之前也曾经接过板桥运动中心跟综合运动中心的攀岩馆。那呃，我接触到攀岩的部分，其实蛮特别的，就是我是在罗浮的时候看到看到有开攀岩的课程，然后我觉得诶，好特别哦，好不错哦。然后我就找了7个伙伴，加我7个伙伴一起去攀岩。对，去上这样的课程。那上课程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有非常严重的惧高症。哎，那我的惧高症严重到我大概到4公尺左右的高度，我就不敢动了。那我连手都放不开，因为下来需要放开手嘛，那我手都放不开，就一直抓到没有力才掉下来。对。那那次的课程是连续3周的课程。那我后面就发现，哎，我是主揪，可是我却会是里面最害怕的。对，所以那个时候在要上第2次课程的时候，就想说，那我是不是要再尝试看看，再努力一点？那后来第2个礼拜我去，我就挑战上一个礼拜的同一条路线，我又在往上提升了2公尺2米的高度，然后又一样抓到完全没力掉下来。那再隔一周，我再往上，我一样去挑战同一条路线，我又再多了2米。对，然后在第4个礼拜，用1个月的时间，我把那一条路线爬到顶了。对，那个场地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它是12米高的场地，那它的那个高度大概是5楼吧，5层楼的高度，4层楼的高度。对，那在那一次我就有发现，原来只要我愿意去尝试去做，我就有成功或进步的机会。对，所以我就开始有去把攀岩列入在我一个自我挑战的一个部分。我想说，借由这个部分来慢慢磨练我自己，让我自己可以去对一些未知的事物，或者是一些比较比较不敢尝试的事物去做一个挑战。对，所以我可能也是全台湾唯一一个有严重惧高的攀岩教练吧。对啊。
那后来我们7个伙伴里面就只剩我继续在爬了，对，那其他的伙伴就没有再继续攀岩的这个部分，对，那我也从里面有发现到，因为我会对我的恐惧去做一个面对，所以它让我可以更了解我自己，以及当我在墙壁上面以后，我就会发现，虽然我已经从事一段时间了，可是恐惧感跟惧高这个部分它不会消失。那我是找到跟它共存的方法，所以我在墙壁上面我还是一样很害怕，可是我不会怕到不能动，我可以在恐惧中保持冷静的去做思考。哦，我接下来该抓哪里？我接下来该踩哪里？我要用什么样的策略去攻略这条路线？啊，那我在过程中，是不是可能有一些危险的地方，我可以做一些注意啊，它让我可以保持在恐惧中的共存的一个部分。哦，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会发现，原来学习攀岩这件事情，并不是让我只是要做一个极限运动而已。对，它帮助我可以更加的认识我自己，以及让我可以对我自己做个挑战啊。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也使得我毕业出社会之后，我大概1年会给自己一个挑战，对，让我自己会保持一个挑战的一个心态。像我之前有去泳都日月潭，但是我不会游泳，对，所以对我而言那就是一个挑战，可能对很多人而言它不是一个挑战。然后像我有一次带我爸去爬玉山，对，那带家人去爬玉山是一个挑战，虽然玉山很简单，可是你也知道自己的爸妈对自己都会有一些需求啊，都会讲说，可能我上山我不能喝冷水，我一定要喝热的，然后我就会傻眼，或者是上山以后，然后说啊好累哦，我不爬了，那你要如何去鼓励他？那其实这对我们而言都会是一个挑战的部分。OK，那也因为我自己居高的关系，对，所以我在带领一些，例如说小朋友啦，或者是一些比较特殊的那个民众的时候，像我自己有在带一些特教生的伙伴。那也有在带一些就是比较特别的一些团体，那就比较容易看到他们的需求了，对吧？所以他们在攀爬的过程中，在上面可能他的眼神、他的动作我可以判断出来他是在恐惧中，那我如何去鼓励他这件事情？对，那就会变成我发现可以用这件事情去帮助到很多人。啊，那在这里跟大家询问一下好了，在座有攀过岩的人有吗？有人有爬过吗？哦，好，我看到秦冕了。好，那有攀过岩的人应该就会发现说，我们在往上爬的时候，会需要有一个伙伴，或者是有教练在后面帮我们做支持跟保护的部分。所以，当我们在攀爬的过程中，我们就会需要去学习到信任。我如何相信在下面这个人，他可以保护我啊？我如何信任这根绳子可以保护我？我身上的装备可以保护我？我就可能开始要学习信任这件事情。那当我在往上攀爬的时候，墙壁上面的石头有大有小，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形状。我要学习怎么样去抓它，
怎么去踩它啊，我要去怎么样去认识一个对我而言是完全陌生的环境跟运动，然后在攀爬的过程哦，我可能会面临到我会害怕，或者是面临到这个石头不好抓，我抓不动，那我可能会有坠落的部分或坠落的风险，我可能会很紧张，对，那我如何找到方法去帮助我去挑战它？OK，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会不断的去给自己的内心受到冲击。那我们大人会积极的可能想说，那我可能累了，我休息一下，或者是我知道有人有保护我，我可以让自己放心的去做挑战跟攀爬。那我带蛮多的是儿童的部分，那儿童有的时候他面临到这样的情况，他的生活经验没有办法告诉他，例如说这个绳子是安全的例如说我可以信任教练，他在恐惧感的接触下，他可能就会被恐惧感给覆盖过去，让他的脑中跟心中都是恐惧，他可能直接情绪就发泄出来了。所以我常跟客人讲说啊，我这边每个礼拜都有人在哭，对，在墙上哭的都有，很正常，对。但是哭完之后，你发泄完了，我们有没有方法可以帮助我可以去完成这样一个挑战？那我是如何，我要如何把这样的心态让上面的民众或者小朋友知道，然后让他有鼓起勇气愿意去做挑战。那这个部分，只要他有愿意，他就有成功跟进步的机会。那我们也才有办法去协助他。所以，我目前所承接的新庄运动中心的攀岩场，还有三重运动中心的攀岩场，这两个攀岩场的难度都是属于非常出阶的。像以新庄运动中心来讲好了。新庄运动中心的攀岩场当初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人愿意接，因为它实在太简单了。它有一半的墙，高度8米，我不抓石头，只用脚踩，我就可以上到5米以上。所以对于我们有在攀岩人而言，它没有什么攀爬的价值。对，它爬起来太简单了但是也因为它的简单，所以让我看到是不是小朋友们第一次接触的人，他可以尝试看看。他看到的时候可能不会觉得那么害怕，然后因为可能高度不是很高那地形上来讲看起来也比较和蔼可亲。那在抓的时候，在爬的时候，可能感觉没有那么困难，所以使得他可以愿意去愿意去尝试这个运动的部分。那攀岩也是我个人认为室内攀岩是目前最安全的极限运动因为它如果用它的上攀的部分用绳索做保护的话，它不太容易会发生严重的伤害。只要你是穿着正确的合格的装备正确的操作，那它的安全性是蛮高的。所以我自己带过，年纪最小的是4岁爬到顶，那年纪最大的是85岁爬到顶。对，所以它的安全性会让我觉得可以让更多的人可以来接触这个部分。对，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接了新庄跟三重运动中心的攀岩场。那刚好因为他们两个也够简单，所以也开始接触了特教生的一个攀岩的体验的部分。对，那这个场地就是让我看到它的价值，而不是一定是要到非常高、非常困难的场地，它才是一个好场地，而是不同的
场地它的不同的特色，可以让各种不同的族群来去做尝试跟接触，所以它都有它的价值在。对，那所以我目前所接的攀岩馆都是跟运动中心，就是国家创办的运动中心这些为主。那这些设施大部分都是针对一般民众，所以通常难度都不会很高，对，都是很适合一般民众去做接触的。那各位看到，哎，我的照片，啊，这个是我在带小朋友营队的时候，他爬上去了，但是他下不来，对，所以我上去做陪伴。啊，我上去以后让他知道我在他旁边啊，不要紧张啊，我会保护着你，对，然后你可以开始慢慢尝试，然后这个相信有我在，你是安全的，器材是安全的，我可以慢慢的把手放开啊，让我可以下来，OK，所以我上去之后，我第一件事情是先做陪伴。然后跟他沟通，舒缓他的情绪。对，那如果真的无法帮他做调试啊，我才会例如说哦，伸手去协助他啊，例如说扶着他，让他身体是稳定的，让他手可以放开来啊。再更进一步就是才会到，例如说会需要抱着他，然后把他带下来。但是大部分的，例如说小朋友或民众，只要你在旁边陪伴，他们就会有安全感。那这个部分我也看到了，就是从小我参加童军的过程中，团长们都陪伴在我们身边。那早期我们的很多团长，很多都是可能是家长服务员啊，所以他们可能没有到有很厉害的技术，可是，在活动的过程中，他们的陪伴、他们的关心，其实就会让你知道，哎，这个团体里面你在这边生活是很舒服的，是很开心的，对。那我从里面也会感觉到。哦，原来它也可以让我成为一个我所信任的一个团体啊，让我有一个归属感的部分。那这就跟我在攀岩场所做的事情是很类似的。所以我在成为攀岩教练之后，有开始接触包含像溯溪啊、登山啊一些等等的户外的活动。对，那我也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希望去让来我这个场馆的人，他可以感觉到这个活动带给他的价值，而并不是我只是来这边玩或者是运动啊就结束了。那每件事情都有它的价值在，对，那也是这我希望带给大家的。那我从事攀岩大概从民国97年开始从事攀岩馆的工作到现在，对，那我有看到攀岩的部分有许多对一般民众还蛮不错的地方哦，除了我刚才我自己感受到的心理的挑战的部分，那它对于体能上的发展、心理素养的培养。还有安全知识啊，日常生活中其实都有非常多的帮忙。非常多的帮助了，对啊。那我这边有整理一些，我觉得攀岩可以带给我们所学习到的一些能力的部分啊。在最下面，他有讲说，攀岩是一项能够全面提升青少年体能还有健康知识的运动。那他在从事攀岩运动的时候，他需要高度的身体协调性。力量、耐力以及心智的专注度。OK，好，那上面的第一个攀岩体能发展，他就讲说，攀岩你会需要良好的力量、耐力、平衡感跟灵活性。那一般人对于攀岩的认知就是，哦，他可能需要手很有力，哦，他可能需要指头很有力，他能够抓得住，
甚至可以脚不踩直接拉上去都可以。但是其实攀岩在攀爬的这件事情上面，它不是单纯只用手而已了，它的脚会需要去做协助。如果我的脚能够踩得稳，能够固定在墙壁上面，那我的手就可以比较轻松，因为我的脚可以协助帮忙支撑我的身体。那我的核心就可以开始运作，让我的手跟脚要互相配合，让我的身体的移动、重心的移动既有手跟脚的配合，让我来做练习。所以他这边就会讲说，它不仅能锻炼上肢、下肢的肌肉，还有核心肌群的稳定性。像核心肌群的稳定性，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你爬那种倒过来有点类似天花板地形，那这种地形你就要用核心的力量去贴近墙壁所以有的时候我攀完岩，我不是手酸，我也不是脚酸，我反而是肚子这边会酸个2-3天那就是核心这边会用到比较多，所以攀岩也是一个少数会用到全身性的肌肉的一个运动。那它跟重训又比较不一样，它属于无氧运动，可是重训是训练大肌群，那攀岩在包含重心的移动，包含手脚的协调的部分，它会用到很多小肌肉的运作。所以也是因为这个部分，我在带一些特教的孩子们，他们在攀岩里面可以获得很好的训练，尤其是像一些脑性麻痹的那个孩子，他在操作的过程中，他可以帮助他的手的张力尽量的拉开，手脚的协调性互相来做运用，对，然后通常有一些状况的孩子，他有可能也并发的肌力不足或耐力不足的部分。那攀岩它蛮需要耐力的，因为你在上面觉得害怕，你会抓得很紧。对，那一般如果你在做重训累了，你就会休息，但是你在高空中你累了，你还是死命的抓住，因为你要避免自己掉下来恐惧感会让你很用力的抓，所以它对于耐力的训练也有很明显的帮助。OK， 所以它在体能上的帮助算是少数运动里面全身都会用到，以及它是极限运动的一种，它会挑战你身体的极限。那心理因素跟专注力的培养，讲个最简单的，就是我在墙壁上面的时候，我的脑袋里面就会非常的专注。我今天在学校里面，今天在工作上面所遇到的一些狗屁倒灶的事情，你在那个时候什么完全不会想到，对，你那时候会专注的，我要抓着，我不要掉下来，因为我的专注力会完全专注在我要抓住这颗石头，踩住这颗石头让自己做稳定，所以他的专注力就可以帮你做专注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在攀爬的时候会攀爬路线，对，那在攀爬路线的时候，我就需要去做观察，哪一些石头好抓，哪些石头好踩，我要抓哪一颗上去，我的左手抓哪一个，右手抓哪一个，我就会去做观察，然后思考我的攀爬路线。那攀岩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项目，就是不同的身高、不同的体型，男生或女生，他对于路线上的认识跟认知是不一样的。例如说男生可能比较高，他可以抓比较远一点；那女生可能身材比较娇小一点，她可能需要脚踩高一点才有办法抓得到。那男生可能力量比较够，所以有一些路线我可能抓住我就直接拉上去了，用力量拉上去。那女生可能柔软度比较好，所以可能女生在踩的时候，她有时候脚踩的点可以踩到比较高是帮助她去借力。所以每一个人的能力各种不同，擅长的动作也不同，所以假设我们爬同一条路线，也会有非常多种的爬法，所以这是这个运动非常有趣的地方。那
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对于我们一些观察跟韧性是有很大帮助因为攀岩90%你会获得的都是挫折感，因为你在爬的时候，你会一直觉得、我抓不住我没有力了，我好累这个石头怎么好那么远，我怎么一直摸不到？对，但是当你完成的时候，因为你是跨过对于生命受到威胁的恐惧感，所以你所获得的成就感会比一般运动还来得强烈，所以也很多人会喜欢去做这样的一个挑战性的运动。那第三个安全的知识跟的基础与运用，那在攀岩运动里面，最大的风险就是高度，所以当我们脚离开地面之后，就有风险了在低的地方掉下来，你有可能会扭到脚；在高的地方掉下来，你可能会造成骨折，或者是有生命上的危险。所以你会需要有一定的安全知识学习如何使用安全的装备啊，确定我的各种攀爬跟这些器材是不是能够正确的保护我。那我觉得这一点还蛮不错的一点，就是可以培养所谓的风险意识这件事情。像我们在进行那个童军活动的时候，我们在设计活动，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有一点风险意识这个活动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危险、潜在危险，我是不是可以先把它找出来，然后评估我可不可以承担这样的一个危险、这样的一个风险如果我不能，我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那如果可以，或者是我有没有方法可以把这些风险降低让我可以去设计这样的一个团集会那我举个例子好了，以前在罗浮我们有过旅行，那一次是打算要开车过去那我们那个时候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这群罗浮都刚满18岁，所以会开车的人不多所以他们对于开车也不是很熟悉。可是我们要开车开到花莲，或开车开到垦丁，那这件事情我们就会觉得，哎，是不是有这样的风险？那我们有没有方法避免这样的风险？例如说，我改成坐大众交通工具，或者是我改成我请司机包车，我们坐下去所以我们开始对设计活动跟我所从事的这个活动，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危险意识、风险意识，可以帮助我们去做评估？那当然，这个部分从攀岩上来讲，你会害怕掉落嘛？因为它本来是没有正确的操作跟合格装备，它就是一个危险、风险比较高的运动，所以你会很明显的看到风险在哪里。可是平常我们的生活中如何去运用风险意识的观念，我觉得就也很重要，因为生活的部分所遇到的事情是我平常生活中都会遇到的。那我如何去发现我生活中可能潜在的风险例如说，我今天出门，因为今天早上下雨嘛，那我刚好穿了一双已经有点磨平的鞋子，所以让我今天一整天在地上滑来滑去，那就是我没有注意到这个风险。OK，那其实这个是可以事前先注意到的。OK，所以它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的连接。OK，像我在从事这个运动的时候，我这条路线我从来没有爬过，我如何事前先做观察？我观察完，我如何去评估？评估这条路线是不是在我的能力之内？我有没有机会上去？接下来我可能就要去设计我的计划跟目标了。我要如何去攀爬这条路线？它在这个位置，我可能要用什么样的动作？它在这个位置，我可能要 hold 住、抓住哪一个点？那我是不是有能力去做到？OK，那如果我在中间要休息，我要在哪边休息？我可以开始做我这样的一个规划的部分。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部分，你在生活中其实在从事一些
活动设计啦，或者是我要进行某一些活动的时候，我都可以运用这样的一个观念去帮我去做一个评估帮我去做一个设计，并不是我看到这件事情是困难的，我就觉得哦这件事情应该没办法做到哦，那我就不去做了。对，所以我觉得攀岩在日常生活中也带给我蛮多这样子的一个感触。那我在童军团带领伙伴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也是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告诉他，啊，等一下我们可能假设要搭个工程，他们可能想说，哈，我在今天一天之内要搭出这么大的工程，怎么可能？但是换个角度想，如果你没有去做，你怎么知道不可能呢？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做做看去鼓励伙伴们你要先做尝试，你才会知道你的能力在哪里，你才会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做得到或是做不到。OK，那所以攀岩在下面有写的就是它不只是一个锻炼体能的运动，它也是一个生活跟安全教育的一个很适合用来实践的一个活动。对，那参与这个攀岩活动可以提升体能，强化心理素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蛮不错的一个运动。在我早期刚开始接触攀岩的时候，我碰到来的家长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哦，这个很高，你会摔死，所以你不要来玩。他就这样子劝退他的小朋友。但是随着这几年大家的教育跟各方面观念越来越好了，知道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它会是有专门的教练，它是安全的。所以最近听到的家长的回馈，大部分都是，哎，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好玩哎，你要不要试试看？你试试看嘛，这很安全啊，对啊，如果真的不行没有关系，但是你先试试看，这是最近我比较常听到家长在讲的。那这个部分我也是希望在团里面的伙伴也是可以常常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面去想啊，例如说我们这一次要去做训练营，那训练营里面可能团长会教，例如说工程或皮带生活你觉得很难，你觉得做不到，可是你可不可以先试试看？那我觉得这个观念对于现在的青少年们，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训练的方法。OK，那下面就是我参加一些活动的照片。OK，可以帮我看下一张。好，那左上角是我在教初阶的确保课程。那这个部分就是学习包含我在攀岩所使用的绳结，我使用的吊带的穿着，正确的操作方式，还有安全观念等等。对，那我们要从事高风险的活动，我必须要先具备好相关的能力。那我觉得这个就跟童军的名言准备哦，非常好的运用。对，我自己先做好准备，我来做好评估，我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我并不是直接把我的生命安全全部交给教练，而是我自己可以对这个活动有所认识，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责任也可以相对的肩负起来。所以学习正确的那个安全技术跟能力，其实这对于我们自己而言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观念的部分。好，那旁边这几张大部分就是我在带活动的部分，像右下角是我在带那个营队的部分。我们营队有的时候可能就接近20到30人了。那我们在带领活动的时候，人数少有人数少的带领方法，人数多有人数多的带领方法。那人数多相对的风险也高嘛，那我是不是可以先做一些评估人数多的时候我要怎么做带领，比较不容易发生危险那在活动的设计上面，是不是多人的话，可能耗的时间就会比较多，那我可能就要安排多人的游戏来让他们做进行。
那人数比较少的，我可能就可以安排比较挑战性高一点的，可以让他去做挑战。所以对于我在做活动的设计还有规划上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运用。然后右上角这边是我去东北角龙洞攀岩，带着我学生去攀岩，旁边那个是我学生，不是我儿子啊。很多人看到这个照片都会以为说他是我小孩这样子，不是，我们那时候就是爬一爬累了，就在自然的环境中躺下来休息，看一下蓝天白云，吹一下风，享受一下在大自然的感觉。这也是在户外攀岩一个很棒的一个体验。OK， 那左下角这个是我去龙洞攀岩的部分，我们一样有上去架设绳索嘛。那中间的是我带新科国中的童军团去爬大炮岩的活动照片。OK， 这个伙伴也是蛮厉害的，对，那时候这条路线是一个有一点悬岩的地形，所谓悬岩就是有悬出来的岩石，所以比较有点外倾，他是第一个挑战上去到这个高度的伙伴，那并不是说男生比较会爬或女生比较会爬，而是愿意给自己挑战的机会的人是比较有机会去做完成的。那这些活动跟我从事攀岩以来的经验，如果我要做一个总结，浓缩成一句话，就是下一页。对我而言，我不会因为我攀岩爬得更好而自豪，而是我因为攀岩这件事情变得更好。那这件事情就会是我在从事攀岩以及在从事这个工作的一个信念。对，我不是一个成为更好的攀爬者，而我是因为攀岩而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对，那我也希望说，我们在童军伙伴在参加童军的活动跟参加童军运动里面，我因为童军运动而成为一个更好的人。OK， 那这个就是我这一次的分享。对，那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感觉上都是我一直在讲。对。好，这的确是我们的特色哈。我们在讲座期间呢，原则上大家都会很安静的听我们的讲师来开讲。对对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大合影之后呢，就是伙伴们就会出声音了哈。所以呢，接下来那至于他下一个段落，那好，有人举手。好，先稍等一下哦，我们先来个大合影。那待会我们就让淑珍来优先来跟我们志宇这边做交流哈。好，那就是方便开镜头的伙伴，现在可以开镜头了。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来把拍照的这件事情给解决了。好，都在了吗？我要拍喽。开车中是吗？没问题，雅燕。好哦，那我这边先试拍一张一下哈。好，前面哈。好，我看一下哦。看起来是可以的。好，那我跟大家拍照，3、2、1。好，那谢谢各位。现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要交给各位。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